无畏曲折迷离，K 姐一起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介绍过人们发现不明飞行物的方式，包括军用雷达、无人机探测、航空母舰、军事级别的摄像器材等等，这些都为人类探索外星文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在近些年，许多 UFO 爱好者将 UFO 的探索和分析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甚至还用到了一些有着特殊能力的人来寻找外星生命的痕迹。与此同时，由智利军方公布的 UFO 视频，在经过专业人士分析后，居然得出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在美国的华盛顿州，有一批常年从事 UFO 调查的团队，将寻找 UFO 的方法升级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因为他们有一个专门运用遥视在天空中寻找外星生命的团队，其准确程度让曾经在英国国防部工作了21年的 UFO 调查员尼克波普都感到十分的震惊。2019年5月，尼克波普访问了位于美国西北部的伊塞里牧场，我们暂时称它为伊牧场。伊牧场是一个在圈内小有名气的专门研究外星文明的组织。这个组织之所以把基地建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曾发生过多起不明飞行物事件，而且在过去的33年里，许多来自于美国航天局还有波音公司的科学家都曾来到这里研究空中的 UFO 现象。所以许多 UFO 爱好者都把这里作为寻找不明飞行物踪迹的圣地。但是伊组织与其他的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最强大的观测工具不是望远镜，而是遥视者。遥视者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在不用眼睛的情况下就能感知到遥远的地方有着什么。这些有着特殊能力的人聚集到这里，希望能凭借自己特殊的能力感受到机器无法探测到的信息。虽然有很多人不相信遥视能力的存在，但对尼克波普来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接触到遥视了。他表示，用遥视来探索未知领域，虽然听起来很像科幻小说，但实际上很多国家的政府机构都会用到这样的方法去解决技术上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他曾在英国国防部工作的那21年中，就无数次的用到过遥视，来试图了解 UFO、麦田怪圈和外星人绑架事件中所要传达的信息。这一天，尼克波普在伊牧场会见了以前为美国政府工作过的遥视者约翰·凡科以及 UFO 调查员彼得·斯拉特利。凡科已经从事遥视20多年了，并且管理着一个遥视者团队。这个团队为客户提供遥视服务，以及探索那些不能用传统方法来解释的离奇现象。今天，他们正在进行一项实验，将人类观察和遥感结合在一起，来试图观察到不明飞行物，甚至是外星生命。当尼克和彼得一起在户外进行实地监视时，约翰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安排了2个遥视者，他们只带了一支铅笔和一个画板。在这个被实时录像的房间中，他们会在纸上画出和写出关于这个被遥视物品的样子和对它的感受。等观察结束后，实地观察小组会拿着他们遥视出的数据和实际的数据做对比分析。晚上，实地观察小组在牧场开阔的绿地上架起了设备，其中包括卫星追踪设备和监测仪，这是为了使观察人员不会误将卫星当作不明飞行物。他们还用到了红外摄像机，这是用来捕捉天空中用普通相机和肉眼无法捕捉到的异常情况。他们的观察地点能够很好地看见亚当斯山，这是华盛顿州最大的活火山，也是 UFO 目击事件多发地点。事实上，亚当斯山的 UFO 事件是第一个登上美国报纸头条的 UFO 事件。在1947年6月，既是飞行员又是商人的肯尼斯·阿诺德声称目睹了9架 UFO 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在亚当斯山附近飞行。他说，这些 UFO 做了一些不同寻常的飞行操作，最终消失在了山里。因此很多人就认为亚当斯山就是外星生物在地球的基地之一。夜幕降临，实地观测小组在草地上仰望着天空，注意着一切从他们头上飞过的物体。突然，第一个移动光亮出现了，
可根据卫星追踪设备显示，那并不是 UFO， 而是正在高速移动的国际空间站，它正在由西往东移动着。与此同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国际空间站从头顶掠过时，房间内的2个遥视者都开始画几乎相同的长方形物体。又在发现了几个卫星后，尼克和彼得注意到了一个神秘的快速移动的物体，它似乎不是一颗卫星，因为在卫星追踪设备上查无此物。这说明这个物体并不是一个卫星或是一个飞机。这个物体在天空中飞到某个位置后，闪烁了几下就突然消失不见了。在实地观察小组研究无果后，尼克和约翰将希望寄托在了遥视小组的身上。尼克急切地想知道遥视者是否在天空中发现了与他所看见的相同的物体，甚至可能感知到更多的细节。当约翰拿出遥视者画的画时，尼克惊呆了。2个相互没有沟通的遥视者在纸上对此物体的描述竟然出奇的一致。在纸上，他们先看了他们所遥视到的国际空间站。遥视者描述这个卫星是一个方形的向外发散能量的物品。第2个是国际空间站，他们描述这是一个由密集的材料制成的厚厚的灰色的圆柱形的物体，而且有灯光在闪烁。同时，他们还画出了像太阳能板一样的东西，就像是空间站上的一样。有朋友可能会认为他们应该以前就见过空间站的照片吧。然而，只有在室外用仪器才能知道那飞过的物体是国际空间站。这些遥视者其实完全都是不知情的。接下来就轮到尼克和彼得观察到的第2个不明飞行物了。在遥视者的纸上，他们各自形容这是一种会反光的金属物品，它存在于3D 世界之外，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虚无缥缈。在人的眼里，它只是一个光点。2个遥视者的描述都惊人的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其中一人还画出了一个蓝色的像天使一样的生物。他认为这个生物就存在于那个不明飞行物当中。遥视者描述的幻象能否证实尼克和其他调查员所目睹的实际上是一艘外星飞船呢？有人说，遥视者难以给出实际的证据来证明外星飞船在地球上的存在。也许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来自军方的视频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2014年11月11日，在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城外，智利海军军官在一架美洲狮直升机上测试着一个红外线高清摄像机。要知道，这是一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事级别的设备。可突然，摄像机捕捉到了一个奇怪的物体，在大约1370米的高度与它们并肩飞行。在跟踪了几分钟后，他们目睹了该飞行器的尾部正在释放某种物质，而且这一现象持续了整整9分钟。这段视频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2019年11月25日，曾在美国航天局工作的天体物理学家崔维斯·泰勒博士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与图像分析师迈克尔·布兰贝利一起审查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视频。10多年来，布兰贝利一直从事着审核各种 UFO 影像资料的工作，有着非常丰富的分析经验。布兰贝利发现，军用机的雷达根本就看不到这个 UFO 的存在。这个不明飞行物只有在红外线摄像机里才能被看到，它似乎是由2个圆点组成的。当布兰贝利将视频画面进行冷热显示后，泰勒博士认为这2个圆点或许是它的喷气发动机。此外，他们发现这个不明飞行物就像是在平行移动一样，并不像人类的飞行器那样会上下浮动，使人能看见它的机翼等东西。9分钟的视频当中，我们都只能看见2个圆点在移动。有人认为，这是不是一个民航客机或者是秘密的军事武器呢？可当人们找遍了当天会从这个位置飞过的客机信息后，也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证据。而且它显示出来的物理特性也和人类的飞行器完全不同。比如，当布兰贝利将这个物体单独截出来后，他又应用彩色滤光片，以更好地找到物体独特的热特征，进行更加仔细的分析。在对物体进行了调整之后，他们发现了更为神奇的情况：物体外的一圈的颜色和环境的颜色有所不同。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环境颜色是绿色的，
而飞行器外面的一圈颜色表现为白色，也就意味着这一圈的温度比环境温度更低，就像一种特殊的气泡在包裹着这个不明飞行器。这令泰勒博士和布兰贝利感到非常的困惑。通常来说，如果是人类的飞行器，那么在喷射发动机的周围应当是比环境温度更高的，而不是比环境温度更低。在视频的第5分钟左右，这个 UFO 开始释放一种物质，从彩色滤光片可以看出，这个 UFO 释放出了一种物质非常的热，甚至已经呈现出与不明飞行物机身相同的黑色。这和飞机十分不同，因为飞机尾部所释放出的喷气燃料几乎从喷出的当下就开始立即冷却，甚至能从当中得到冰晶，因此它的温度绝不可能有这么高。而且受到大气影响，飞机尾部的燃料喷出后就很难在大气中保持一个稳定的形状，而是慢慢消散。但是仔细观察这个不明飞行物喷出的物质，你就可以发现它从喷射出来后就可以长时间的保持着一个稳定的形状，这完全违背了流体力学的原理。泰勒博士认为，他从未见过任何一种飞行工具能呈现出这样的状态，所以他并不认为这个飞行物是地球的产物。到现在为止，人类几乎已经用遍了人类所知的所有方法来寻找和分析不明飞行物。即使是这样，仍旧有很多的视频片段是无法被完全解释清楚的。也许在地球之外，真的有着我们不知道的生物存在着。也许有人会说，这一切都是怪力乱神。但是我们人类在银河系甚至是宇宙当中都太过于渺小，难道我们不应该以一个更开放的心态来面对这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吗？也许未来某一天，人类的科技也能发展到可以解释这一切的。